战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从光环开始的。他不是星二代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本的推手。那时候的他只是一个来自重庆的普通大学生，怀揣着一颗不安分的心。学设计的他本可以安稳地在办公室里画图，但命运似乎在他心中埋下了不甘平凡的种子。他喜欢唱歌，喜欢舞台，于是他选择了踏上那条充满未知的道路——偶像选秀。初出茅庐时，他并不被看好，评委说他太温和，镜头前他显得有些笨拙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少年，用无数个夜晚的汗水，把自己从素人磨成了光。他没有天赋异禀的背景，但他有最难得的韧性与耐心。正是那份沉默的坚持，构筑了日后他反攻的底气。2015年，燃烧吧少年的舞台上，肖战第一次以公众身份亮相。那时的他还青涩，甚至有些拘谨，但他的眼神却比任何人都坚定。他知道，这个舞台上每一次表演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。竞争激烈，镜头残酷，粉丝选择偏好明显，肖战几乎没有任何偶像光环。但他没有退缩，每一次失败，每一次淘汰边缘的徘徊，都让他更加清楚自己要走的路。他学会了用行动证明自己，用汗水赢得尊重。当其他选手沉迷人气时，他默默练舞到凌晨。当镜头不再给他特写时，他反而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那段岁月几乎无人关注，但正是那段被忽视的努力，让他日后在爆红之后依然稳得住，沉得下。他的反攻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奇迹，而是无数次不被看见的坚持。选秀结束后，他加入了 X9少年团。那是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起点，但现实却残酷得多。团队资源有限，曝光机会稀少，粉丝少，流量小，市场冷淡，团体的热度在短短1年内就几乎消失。在那种几乎被娱乐圈遗忘的时期，很多人选择了离开。但肖战没有，他依然在练唱、练表演、揭晓角色。有人讥讽他说，都没红，还装得很敬业。可他明白，真正的实力从来不会被浪费，只要他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会被看到。这份笃定成了他走出迷雾的指路灯。当别人选择轻易放弃时，肖战选择了沉淀。他没有大火，但他在静水中积蓄力量。这份力量在几年后终于爆发。2019年，《陈情令》的播出让肖战彻底破茧成蝶。他饰演的魏无羡灵动洒脱，却又悲情深邃。这个角色似乎为他量身定做，仿佛命运早已安排。无数观众被他眼中的光吸引，被那一抹笑中的孤独触动。这不是偶然，每一次表情，每一次台词，每一个转身，都源于他无数次的揣摩和反复练习。他让一个虚拟角色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灵魂。从此，肖战不再只是一个名字，而是一种现象。他打破了流量偶像的标签，成为了真正的演员。粉丝疯狂增长，媒体竞相报道，他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巅峰。爆红的那一年是荣耀，也是考验。流量、广告、代言、综艺接踵而来。然而，当光环太耀眼，也会有人看不惯。舆论的矛头，无端的攻击，网络暴力开始侵蚀他的世界。他被推上风口浪尖，成了所有情绪的出口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消失在公众视线中。很多人以为他倒下了，但他没有。他选择沉默，不解释，不争辩，因为他明白，真正的反击不是争吵，而是成长。他用行动回应世界，用作品赢回尊重。这是他反攻的第2次觉醒，从被误解到重生。那段最黑暗的日子，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有多难。所有光都熄灭，所有声音都变得嘈杂。他面对的不是一场简单的风波，而是一次彻底的摧毁。但他依旧选择了尊严与冷静，没有卖惨，没有逃避。他在沉默中反省，在孤独中成长。他用阅读、表演、绘画、旅行去重新找回自己。
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只有经历过破碎，才会更懂得重生。肖战在风暴中学会了坚韧，也学会了释怀。他开始懂得，名气可以被剥夺，但实力和品格永远属于自己。当他重新出现在荧幕上，王牌部队的顾一也震撼了所有人。那个坚毅、果敢、有血性的军人形象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肖战。他不再是偶像，而是一个能撑起角色灵魂的演员。他用每一场戏告诉所有人，我从没倒下，我只是沉默得更强大了。口碑回升，观众认可，业内赞誉，肖战真正完成了自我救赎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的反攻正式开始了第二幕。玉骨遥让人再次看到了他的多面性。饰演石影一角，他收敛锋芒，将情感化为克制与深情。那份温柔的力量，不靠声嘶力竭，而靠眼神的温度。他用极细腻的情绪表达，让观众沉浸于东方审美之中。这是一种高级的表演，不张扬，却直击心底。在一个被快节奏淹没的娱乐圈里，肖战选择了慢，选择了真。他让角色成就自己，也让观众重新相信演员的力量。当一个演员从流量偶像转向市场符号，他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商业化的平衡。肖战的星途并非只靠演技驱动，品牌代言、综艺资源、商业活动与海外拓展，都是他必须谨慎经营的版图。成熟的商业体系并非简单的签更多代言，而是要把个人形象进行可持续包装。肖战的团队在这一点上显得既谨慎又富有策略，选择与其气质相符的奢侈品牌和文化类合作，既能提升个人档次，也能避免因频繁曝光导致的审美疲劳。与此同时，他面对的另一道难题是粉丝经济的双刃性。粉丝的支持能在短时间内放大商业价值，但过度依赖会让公众形象变得脆弱，极易受舆论波动影响。因此，肖战在商业合作上开始强调内容与品质，更多以作品为核心的联动，而非单纯的流量买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尝试把商业转化为艺术支持，以品牌为平台，推广文化、公益与艺术项目，从而把代言变成对自身艺术生涯的助力。这样一来，商业化不是对艺术的妥协，而成为事业长线增长的引擎。未来，他要走的路是稳健扩张，而非盲目扩张。每一个商业决定都需要回归到塑造长久且多维的公众形象上。在数字化与全球化浪潮中，国内演员面临的机会比以往更多。肖战是否能真正实现出海，不仅取决于流量数字，更取决于文化表达的普适性与个人魅力的跨文化转移。首先，从作品选择角度看，具有强烈东方文化特色但情感通俗的作品，是最容易被海外观众接受的入口。肖战在《陈情令》和《玉骨遥》中展现出的东方美学、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，本身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良好样本。把握好文化自信和情感共鸣的度，是国际化的关键。其次，语言与跨媒体合作也至关重要。参与国际合拍、音乐单曲与跨国品牌活动，能在短期内提高知名度，但要长期稳固，则需在角色选择与作品深度上下功夫，让海外观众记住的是他的表演，而非流量标签。最后，国际化也带来新的风险，文化误读、舆论放大、市场局限性等。因此，团队需要建立更专业的国际传播策略，既要走出去，更要被看懂。如果处理得当，肖战完全有机会成为连接东方情感与世界观众的桥梁。在演艺生涯中，真正能将偶像光环转化为长久艺术影响力的，往往是那些敢于挑战自我、不断试错的演员。肖战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，他需要通过角色的多样化与演技深耕，来巩固演员的身份。首先，题材的多样性是必经之路。从古装仙侠到现代军旅，从情感剧到悬疑片，每一种不同的表演类型都是对他演技边界的试探。通过不断尝试，他能积累更丰富的表演经验，也能避免被固定在单一形象之中。其次是表演方式的深化。
肖战近年的表演，不是靠外形或造型取胜，而是在角色的心理细节上做足功课。这种内功训练，决定了他能否在未来承接更复杂、更有分量的角色。此外，艺术家的成长还需要时间与沉淀。他可以利用短、